Hi guys， 欢迎回到素心手男。在这个黑粉猖獗、酸民不分平台四处啪啪走的年代，公众人物被各种 diss 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，甚至可以把它当成是日常工作的一环。That's enough。但在韩国就有一个这么与众不同的例子，在他出道的30年时间里，几乎找不到任何负评，形象之好又被称为是颜值地狱，但是其他部分全部都是完美的男人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位韩国的综艺大神 Yoo Jae-suk 刘在熙。本集节目由 OAOA 独家赞助。1972年，刘在熙出生于韩国的首尔。他还有2个妹妹，是家中的长子。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，他在小学时期就换了3所学校。为了融入新环境，他从小就擅长搞笑与娱乐大家。因为只要能逗大家开心，很快就能与新同学打成一片。上了国中的他，在看了沈炯来的人气喜剧节目《幽默1号》之后，深受感动，希望自己未来也能像他一样，成为带给观众们欢乐的喜剧明星。高中时期某一天 ，KBS 电视台的综艺节目《Viva 青春》到他的学校录影，已经是校园风云人物的刘在熙准备了一出模仿《英雄本色》的短剧。由于这一段在播出后获得不少回响，让 KBS 再度邀请他在 Viva 青春的年末特别节目中演出，使他更坚定了想朝喜剧圈发展的梦想。也因为这样，在第一次考大学落榜时，他也不难过，因为他对父母希望他念的企管与经济科系根本没有兴趣，反而偷偷申请了首尔艺术大学的传播演艺系。在经过了一番家庭革命，父母最终还是认可他的梦想。刚进入大学没多久，刘在熙就被系上的教授叫过去关心，因为他的心思完全没有放在课业上，反而把全部的心力都放在准备参加 KBS 所举办的大学 Gag 季。这个节目邀请所有韩国有志想成为喜剧明星的大学生同场竞技，其实背后目的是为了巩固 KBS 在综艺节目的市场优势，想借由这个比赛挖掘有搞笑天分的新生代谐星。当时的他非常自负，自认是喜剧界的秋生万，心想这个比赛根本就是为他办的，还念什么书啊？不过实际的情况是，虽然他与搭档成功进入决赛，但最后只得到了垫底的参加奖。大失所望的他对这样的结果很不以为然，臭着一张脸，还边上台边掏耳朵的拽样，就这样在全国放送了，也成为他一辈子的污点。大学 Gag 季结束之后，许多进入决赛的大学生都被 KBS 招募成为电视台的签约谐星。这下刘在熙连课都不上了，像个职业演艺人员，从早到晚都窝在电视台里写段子、练习与演出。想不到他原本计划一出道就要笑翻韩国的梦想，还不到半年就破灭了。原因是他发现自己居然有镜头恐惧症，明明练习时轻轻松松就可以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，但只要摄影机的红灯一亮，他就脑中一片空白，肢体僵硬，讲话螺丝咬个不停，演出的内容根本就没有办法播出。就在他努力对抗镜头恐惧症的同时，跟他同期入行的大学生们早就在各个节目里发光发热，把他甩得远远的。自尊心极高的他逃避似的跑到酒吧打工，自暴自弃的抱怨电视台都不给他机会。好在与他要好的同期谐星们没有放弃他，跑到酒吧好说歹说的把他劝回电视台，并一起企划了一个模仿街头顽童的表演。在这之后，刘在熙终于找回了一点自信，电视台的制作人们也开始愿意给他一些演出的机会。只是他害怕面对镜头的老毛病依旧存在，一上台就紧张的呆若木鸡。有一次，经纪公司的社长在现场看到，直接就爆气了，一停机就直接上去赏他2个巴掌，质问他为什么在面对大家千辛万苦帮他争取到的机会，却什么都不做，就只会发抖。这起事件让他在 KBS 有了喜剧破坏王的称号，没过多久就没有制作人敢用他了。
他这段默默无名期间悲伤故事很多，有聚餐没钱付被骂乞丐的，有举办签名会却没有任何人来的，有主持的酬劳被一群学生抢走一半的。不只是别人，就连他自己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入错行了。为什么同期的谐星在舞台前就可以那么挥洒自如，自己却像个窝囊废，就只会抖抖抖？身为艺人，怎么在电视上都找不到自己演出的画面？在不断的自责与痛苦下，他再次选择逃避，放弃学业，也离开电视台入伍当兵去了。原本以为进入部队之后就可以忘掉演艺圈的一切，但老天爷就像是在跟刘在熙开玩笑一样，在他的同梯之中，居然有个韩国演艺圈超级新人李正宰。52사라는 그 광명시에 있는 부대예요. 셋, 우리는 법규를 준수하고 상관의 성실하고 겸손한 복무 자세로 동료와 상관들이 사랑을 듬뿍 받으며 생활하고 있습니다. 两人都是艺人，加上住的地方也近，很快就成为好友，常常混在一起。但令人尴尬的是，一个是18岁就当上青龙奖影帝的偶像演员，另一个则是绰号为喜剧破坏王的 Nobody。在事情曝光后，身边的人总是动不动就要他帮忙索取李正宰的签名，连媒体都以为他是李正宰的经纪人。那种没人在乎、遭人比较的复杂心情，依旧萦绕在他的心头。뭐야? 아니 그 따까리구나 따까리. 원래가. 근데 그 친구가 그렇게 착했어요. 사실 그렇게 안 하죠 일반적으로. 그래서 그 친구 도움을 많이 받았어요 솔직히. 李正宰有次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：“在熙呀，你为什么要那么看不起自己呢？如果你对自己都没有信心的话，是没有办法成为明星的哦。”这段话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问题，也成为他重新振作的关键。他下定决心回到演艺圈，好好努力。每晚睡前，他一定会虔诚地向佛祖祈祷，如果能赐给他一个重返舞台的机会，这一生他一定会好好报答这一路上帮助过他的人。退伍后回归 KBS 的刘在熙似乎变了一个人，他积极地拜访所有他能见到面的制作人，并承诺不论什么工作他都会全力以赴。不知道是不是制作人们也感受到他的决心与改变，他陆续获得许多演出的机会。虽然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角色，但大家都能感觉到这个出道已经7年的谐星似乎有点不一样了。虽然偶尔讲话还是结结巴巴，表演时还是那么的尴尬，但他渐渐的长出了信心，就算颤抖着双手也会努力表演到结束。刘在熙的另一个改变是逐渐放弃了追求个人表现的欲望，放下姿态，乖乖的把配角的工作做好。毕竟这时的他完全没有逞英雄的资格，从龙套到小配角，再到主要配角。1997年的喜剧《万花筒》总算让他第一次走进观众的视野。不论是演出讨人厌的农家女婿，或是遭受金融风暴的事业丈夫，都引起不少观众的共鸣。他终于成为一个可以被叫出名字的艺人，也理解到一个节目只靠个人魅力是没用的，必须兼顾到所有的细节，与各个工作人员相互配合，才有机会成功。有一次，搞笑女艺人丁善基在看到他的演出之后，跟身边的制作人说：“你不觉得这个家伙长得很像蚱蜢吗？”这个脱口而出的玩笑话却改变了刘在熙的一生。메뚜기 안녕. 60년을 열아 오늘은 신길동에 있는 불농유천에 제가 또 이렇게 찾아왔습니다. 制作人灵机一动，帮他企划了一个蚱蜢的角色，让他戴着特制的蚱蜢头套，跳着他大学时期就创作出来的蚱蜢舞。一开始他还有点排斥，想不到这特殊的形象反而创造了独特的记忆点，引起大小朋友争相模仿，让他开始在喜剧圈中占有一席之地。同时，人气节目《徐氏元秀》这时也找上了他，让他在 Talkbox 这个单元中与观众分享他高中时的糗事。这是个他跟好友去露营时遇到几个女高中生，本来以为走桃花运，最后却被勒索殴打的凄惨故事。极大的反差让大家笑得合不拢嘴，荣登该集的 Talk 王。这意外的收获让刘在熙意识到，比起演喜剧搞笑，卖弄自己擅长的口才与机智反应似乎更受欢迎。刘在熙在节目中常常包得密不通风，很多人以为他是怕晒黑，其实他是对紫外线有严重的过敏。
一晒到太阳就很容易泛红敏感，所以敬业的他在录节目时，只能在大太阳下忍受着流汗闷热的感觉。如果你跟他一样是敏感肌肤的话，那就一定要 OA 一下了哦。这里指的不是五月天的那首歌。OA 是日本研发专为敏感肌肤设计的品牌，可以帮助敏感肌肤修护，温和的改善痘痘问题，不含酸类，天天使用也不会造成肌肤刺激。若你也有肌肤敏感的困扰，这瓶 OA 敏痘精华不但可以修护，又可以抗痘，还通过法国、日本、SGS 等多方测试与检验，一瓶就能搞定 ，CP 值非常高。这罐 OA 敏痘精华一开始是我老婆在用的，后来一直听她说这罐精华液擦起来舒服又好吸收，搞到现在连我都在用了。如果大家想要体验看看的话，可以到 OA 的脸书粉丝团跟他们免费索取试用品。有敏感肌的朋友真的可以试用看看，用过真的有差哦。TalkBox 的大成功为他带来更多工作的机会，刘在熙也逐渐将重心从喜剧转移到主持方面，慢慢适应了娱乐圈的节奏，陆续担任了多部综艺节目的助理主持工作。这时 NBC 为了因应时代的潮流，企划了《明星殊死战之同居同落》这个生存游戏节目。在已故女星崔真实的推荐下，他破天荒的以 KBS 艺人之姿，成为 NBC 周六黄金档的主持人。同居同落开创了许多韩国综艺节目的先河，例如集合大牌的来宾搭配较不知名的主持人，以及每位成员都有一部专属摄影机同时间录影的制度。这些现在看来理所当然的形式，其实都是来自于当年的创举。而第一次独挑大梁的刘在熙更是卯足全力，拼命带动节目的气氛，遇到难题就自愿担任开路先锋，动不动就摔个四脚朝天，只要是做得到的，他绝不说 no。或许也是因为这样，不止工作人员，就连参加的来宾与观众都能感受到他的努力，并给出回应。也是从这个时候，刘在熙一步步地踏上了韩国综艺界的封神之路。하이원 백상예술대상 대상 축하합니다. 유재석 씨 축하합니다. 유재석님. 유재석 씨입니다. 유재석님 축하드립니다. 축하합니다. 놀면 뭐니 유재석님 축하합니다. 유재석. 유재석입니다. 2016刘在熙接下来的故事，我想熟悉韩综的朋友应该都很清楚了。毕竟从21世纪开始，只要打开韩国的综艺节目，想要不看到他还真是困难。从 KBS 的 Happy Together、SBS 的 Running Man， 或是 MBC 的无限挑战，他在韩国3大电视台所主持的固定综艺节目，都成为了无可取代的金字招牌，收视口碑俱佳，还创下了每一档都播出超过10年的惊人纪录。出道30年来，一共赢得了15次的演艺大赏，不但是韩国综艺史上最夸张的获奖纪录，恐怕之后也很难有人能超越了。2018年，《无限挑战》因为各种因素停播，许多人都怀疑刘在熙是不是要走下坡了。但与之相反，隔年他的新节目玩什么好呢？反而让他借由不断延伸出来的分身角色，创造出各种新鲜的话题，例如打爵士鼓的音乐家刘哥斯塔尔、韩国演歌歌手溜三思、人参拉面店老板 Ulasay 等等。还有与亚洲舞王 Rain、元祖性感 idol 李孝利合组的超怪物新人团体 SAK3， 他就在里面化身为饶舌担当 U Dragon， 一出道就横扫整个韩国音乐界榜单。这些由分身小号所组成的新形态刘在熙宇宙，再度开创出韩国综艺节目的新时代。根据韩国盖洛普公司的调查，被大众公认为国民 MC 的刘在熙，从2007年开始，在喜剧明星的排行榜上就有11年位居榜首，拥有崇高的地位，却依旧谦虚低调，看到前辈就脱帽鞠躬，与路人握手就算再冷也一定会脱下手套。敬业、有礼貌、温暖善良的形象在韩国又被称为刘大神或是美谈制造机。关于他帮助他人的小故事非常多，慈善与公益更是不胜枚举。
如果要一一举例的话，这部影片搞不好会弄到比电影还长，这里就请容我简单带过，有兴趣的朋友请自行搜寻咯。刘在熙能够一直在演艺圈维持高档的人气，的确有他的独到之处。以下就让我分享几个我观察到的刘大神成功秘诀。刘在熙对于自己与节目的品质要求极高，经常是团队里第一个跳出来要检讨的。再开一次会就好，也成为他为人熟知的口头禅。他每天都有早起阅读的习惯，保持着不断输入知识储备的动作。另外，在家里一共放了3台电视，几乎什么节目都看，一边看还会一边练习。有时候来宾比较放不开，他就会先讲一个自嘲的段子来逗大家开心，或是故意作弄自己来当做节目效果。例如要克服惧高症的各种挑战就相当受欢迎。他会帮节目的固定成员利用取绰号或是设计角色的方式，挖掘个人特色与寻找定位，让每个人都能在节目中发展出独特的风格与魅力。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他都会想办法让它变成一种游戏，因为玩游戏本身就是件有趣的事，就算只能沾到一点点边，也能给人带来欢乐的气氛。其实刘在熙曾经说过，刘大神这个名称让他压力很大，而且他所主持过的节目中，失败的远比成功的还要多。连作为入行动机的搞笑喜剧，在过去更是一次都没有真正成功过。但如果没有这些失败的过去，也不会成就现在的自己。就像他在《无限挑战歌谣季》中那首让人感动的歌曲《言之命至》一样，汲取过去的挫折与痛苦，时时提醒自己、反省自己，以同理心对待他人，在工作上全力以赴。这也是我认为他的人生故事里最值得学习的地方。提醒一下，在影片最后的小剧场开始之前，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，欢迎帮我点赞或是分享给一位朋友，是支持我拍片最好的方式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 나 20살 적에 하루를 견디고 불안한 잠자리에 누울 때면 내일 뭐 하지 내일 뭐 하지 걱정을 했지 두 눈을 감아도 동참은 안 오고 가슴은 아프도록 답답할 때 난 왜 안 되지 왜 난 안 되지 되뇌었지 맘먹은 대로 생각한 대로 말하는 대로 될 수 있단 걸 알지 못했지 그땐 몰랐지 이젠 올 수도 없고 갈 수도 없는 힘들었던 나의 시절 나의 20대 멈추지 말고 쓰러지지 말고 앞만 보고 달려 너의 길을 가 주변에서는 수많은 이야기 그러나 정말 들어야 하는 건 내 마음속 작은 이야기 지금 바로 내 마음속에서 말하는 대로 말하는 대로 말하는 대로 될 수 있다고 될 수 있다고 그대 믿는다면 맘먹은 대로 내가 맘먹은 대로 생각한 대로 그대 생각한 대로 도전은 무한히 인생은 영원히 말하는 대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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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